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大岛信赖先生所著的《让每天顺利进行的早晨开关》这本书。早晨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间，它不仅决定了一天的质量，还能提升心情和表现，让一天变得更加美好。良好的早晨可以让人际关系更加轻松，也能帮助我们更自然地以自己的方式生活。为了实现这样的自己，其实我们可以在每天的早晨时间里做一些简单的事情，通过这些方法来提高一天的质量。这些方法被称为早晨的开关。话说回来，大家平时早晨有没有什么固定的习惯呢？无论有没有，这本书中介绍的早晨开关都非常简单，且耗时很短，因此即使付诸实践也不会感到负担。这些方法能帮助您找回真实的自我，以愉快而美好的心态度过每一天，就像给自己施了一个魔法一样。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正题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提升心情和表现的开关；第二，缓解人际关系压力的开关；第三，切换到更自我、更真实的生活方式。请大家一边听一边寻找自己可能用得上的开关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提升心情和表现的开关。在第一个开关部分，我从书中挑选了个人认为特别重要的3个开关来介绍。1. 解放自己于过度思考的状态。2. 将讨厌的日常转变为有趣的日常。3. 从每日压力中解放自己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依次深入解读这3个开关。1. 解放自己于过度思考的状态。早晨醒来时，当头脑尚未完全清醒，在被窝里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可能会想着再睡5分钟吧。这个时候，不妨尝试以下方法，花3分钟的时间，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大脑上，关注脑细胞之间流动的电信号。可能听起来有些抽象，但方法其实非常简单。您只需要在醒来的那一刻，告诉自己去感受大脑中流动的电信号即可。无论是闭眼还是睁眼都可以。在这3分钟的时间里，您可能会自然浮现一些事情，比如当天的日程安排，或是即将见到的人的脸。这之后，你会发现自己能够自然而然地轻松起床。如果将这5分钟用在这种方式上，你会体验到愉快的清晨。而且在一天中的其他时间，如果需要灵感或点子时，也可以回想起早晨那3分钟的状态，重新唤醒这种感觉。此外，当您陷入负面思考或感到焦虑时，也可以尝试回忆这种状态。奇妙的是，这种回忆能够帮助您释怀，甚至觉得没关系，都会过去的，从而摆脱烦恼。为什么这种方法有效呢？其实，大脑中的电信号会根据不同的任务集中于负责相关功能的区域。例如，做心算时，信号集中于负责计算的区域；打扫卫生时，信号集中于空间认知的区域；回忆往事时，信号集中于调取记忆的区域。通过早晨对大脑的这种简单关注，您能够有效调整大脑状态，从而为一天的好心情打下基础。这种方法如同魔法般简单却有效，值得一试。然而，也有例外的情况。在某些情况下，电信号并不是集中在大脑的某个部位，而是遍布整个大脑。这种情况就是人们灵感闪现的瞬间。这种灵感的脑部状态被称为默认模式网络。您可能已经听说过这个名词。相反，当我们想要产生好点子，却什么都想不出来，或者明明想整理乱糟糟的房间，却不知从哪里下手时，我们的大脑就处于困境。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大脑的电信号集中在某个部位，导致其他区域的运作受到影响。要记住灵感闪现的脑部状态并不容易，因为在灵感一闪而过的那一刻，我们通常会感到兴奋。为了记住这个默认模式网络的状态，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重复并冷静地体验它。而最适合的时间就是早晨醒来时的那段迷糊状态。事实上，研究表明，灵感的脑部状态和我们在迷糊时的状态是相似的。当我们专注于早晨醒来时大脑的电信号流动并冷静体验时，我们就能够记住并掌握这种状态。这样，我们就能随时在生活中
主动创造灵感和思维的活跃状态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当我们遇到困难时，往往因为过度思考而导致大脑混乱崩溃，进而难以有效应对。如果我们能够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，自己主动创造灵感的脑部状态，即使面对眼前的障碍，我们也能顺利解决并前进。接下来分享一个技巧，当您早晨醒来时，尝试集中注意力，感受大脑的电信号流动，感知大脑当前的状态。这时，每个人的感觉可能不同，有的人可能能感受到大脑血管的脉动，有的人可能会看到很多人脸或过去的记忆片段快速切换，也有很多人可能什么都不觉得，什么都没有浮现出来。对于这些人来说，可以把这种空白状态看作是默认模式网络的体现。这几分钟的空白状态可以帮助我们从杂乱无章的思绪中解脱出来，进而得到新的启发。如果您觉得这个方法很像冥想，那也许正是冥想带来的效果，因此不妨试试这个方法。接下来我们将介绍第二个将讨厌的日常转变为有趣的日常。如何将讨厌的日常转变为有趣的日常？当你想知道过去的自己每天是如何不断升级时，回顾一下也许是个好主意。每天积累这种开关时，你会发现自己在不断成长，逐渐变成更成熟的大人。即使外表成熟，如果内心保持孩子气，依然会遇到问题。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各种各样的体验，并从中汲取知识和经验，活得越来越好。所以实际上你每天都在进化。然而很多人会忽视这一点，觉得自己每天都不开心或不喜欢自己的生活。没有版本更新时，人就会退化。退化意味着心态会变得像孩子一样。如果您感觉自己没有变化，实际上可能是内心从大人变回了孩子。如果您每天都觉得无聊或不快乐，这或许是因为缺乏版本更新，感觉自己陷入了死循环。但其实每个人每天都在进化，只要您意识到这一点，生活会变得更加愉快。您可以尝试记录自己的版本更新，然后回头看看，或许会惊讶地发现自己一点点积累的小进步，最终达成了曾经渴望成为的那个自己。接下来我要讲解第三个开关，从每日压力中解放自己。它能够提升您的情绪和表现，帮助您从日常压力中解脱出来。实际上，很少有人能说自己每天都没有压力。生活中充满了需要做的不喜欢的事，或是不得不忍耐的事情，这些都会带来压力。但如果您能及时释放这些压力，就能平静地度过每一天。这就需要通过监控自己早晨的思维来实现。监控的意思是定期观察和检查自己的状态，特别是情绪，并且不带情感地从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反思。当您早晨醒来，心里涌现出一堆负面情绪时，客观地去反馈自己。如果您醒来时想到今天有个很麻烦的会议，真不想去，您可以去掉情感，简单的反思我在考虑今天的工作。这种客观的反馈方式不仅能帮助您识别自己在想什么，还能避免情绪影响您的一天。例如，我今天感觉胃不舒服，您可以客观地反馈我在思考身体的状态，是因为昨天吃的太多。这种方式能够让您理性地面对并处理情绪，从而防止负面情绪影响您的一整天。通过这种方法，您可以在早晨清除掉负面的情绪，不让它们扩散开来。许多人可能会怀疑这种方法是否有效，但事实证明，它能够有效地防止负面情绪引发恶性循环，进而让您保持内心的平静。如果您能够及时断开负面情绪的连锁反应，就不会让压力继续积累，反而能让自己在一天的开始时更加从容不迫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缓解人际关系压力的开关。我将重点讲解书中提到的2个关键开关：一、不被他人左右的开关；二、告别过度自我意识，启动实现愿望的开关。现在我们将逐一具体讲解这2个开关。首先来看看第一个人际关系变得轻松的开关，不被他人左右的开关。大家早上醒来时，请对着镜子看一看自己。在洗脸或刷牙之前，
或者化妆的人可以在化妆时和镜子中的自己面对面5分钟，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项练习，回顾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学到的监视自我，通过镜子看自己眼睛的变化，监控自己做的每一个动作，比如呼吸、眨眼、鼻子动了几次，嘴唇是否紧闭。这5分钟的时间里，专注于观察自己在镜中的模样。如果您是那种看镜子时常对自己进行批评的人，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够漂亮、眼睛大小不对称、毛孔明显等。即使有这些负面想法，依然要坚持去监控自己所做的一切。逐渐的，批评会减少，你会开始注意到自然的动作，如呼吸等。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帮助您恢复自我意识，减少外界的干扰，找到自我节奏。如果5分钟很难集中精力的人，可以设定一个定时器，帮助养成这个习惯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你会渐渐找到自我感知的节奏，不再被他人左右。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总是按照自己的感受去生活，更多的是受外界环境的影响。无论是独处时，还是和别人一起时，我们的注意力常常集中在他人的表情或情绪上。即使在独处时，我们也会不自觉地想着他人对我们的看法。例如，在与家人一起时，可能会担心他们是不是不喜欢我。但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可以试着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自己，问问自己，我现在感觉如何？这样做能让您逐渐摆脱外界的影响，保持内心的平静。通过这种方法，你会发现，即便周围的人情绪波动，你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。接下来，我们讲解第2个人际关系变得轻松的开关——告别过度自我意识，启动实现愿望的开关。大家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？比如写信给圣诞老人，或者在七夕时写下愿望挂在竹枝上，这些都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常做的事情。接下来，我将介绍一个类似的开关，它能让您在无意识中启动愿望的实现。这个开关可以像小时候许愿一样，让您感到期待和兴奋。每天早晨醒来时，对着无意识许下愿望，比如今天我想顺利完成演讲，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，或者我希望自己的厨艺提高。这些短期或长期的愿望，都可以在早晨醒来的一瞬间许下。您只需在心里默念无意识，我希望今天能实现这一点，然后继续日常生活。通过每天重复这个过程，你会发现，愿望逐渐变得容易实现。这其实是我们将意识和无意识的力量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。例如，当您越是意识到自己想变得富有时，当面对商业机会时，反而会开始犹豫不决，最终错失赚钱的机会。强烈意识到想和某人变得亲近时，反而会犯错，导致被对方冷落。这也是由于过度意识的影响。意识的这种特性确实很麻烦。实际上，有一种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制止过度意识的自己，这种方式就是无意识。无意识总是作为我们意识的背景存在。当我们过度意识到某件事时，向无意识求助，可以帮助我们压制过度意识的自己。关键在于在向无意识求助时，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。如果您将这件事作为一种习惯，继续下去，你会逐渐发现，向无意识求助变得越来越自然。早晨醒来时，您向无意识求助后，就不会再去想那些多余的事情。过去一直让您焦虑不安、难以放下的事情，会不知不觉地消失。比如，当您意识到自己想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时，反而会发现自己难以集中精力学习。无论多么有动力，最终可能会做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事情。如果早知道控制的不是意识，而是无意识，作者表示，那时自己一定会更加得心应手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切换到更自我、更真实的生活方式。1. 变得越来越有魅力的自我切换。2. 提升一天质量的切换。第1个切换，变得越来越有魅力的自我切换。首先，尝试按摩自己的脚跟3分钟，可以选择单脚按摩或双脚按摩，具体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进行。
关键在于神在细节中的理念。在按摩时，专注于放松硬化的脚跟。如果觉得手法困难，可以使用一些按摩霜或油膏。时间上要确保精确的按摩3分钟，可以使用定时器进行计时。每天早晨将此作为例行公事进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您会感到自己越来越有魅力。具体来说，您的姿势会变得更加挺拔，走路时更加自信，面容也逐渐变得充满自信。随着按摩持续进行，当脚跟的硬度逐渐得到缓解时，可以继续柔软按摩并细心呵护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保持神在细节中的意识，温柔地照顾自己。当您持续进行这种切换时，整个身体和心灵都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加和谐美好。您可能会想，为什么是脚跟呢？这其实是因为我们需要关注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。平时我们很少关注脚跟，然而这个按摩方法正是要您专注于那些别人看不见的小细节。所谓神在细节中，指的是那些精心打磨的小细节才是最值得关注的。人们往往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显而易见的地方，而忽视了那些微小的细节。这种不经意的忽视会负面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和自信心。例如，虽然每个人都觉得某人很有魅力，但如果他们对自己看不见的细节不加以重视，逐渐就会产生自己并不具备魅力的想法，最终失去自信。因此，关注细节并照顾好它们，反而会奇迹般地带来心灵和身体的变化。换句话说，那些觉得自己不够魅力的人，往往没有注重到细节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按摩脚跟可能有多种健康效益，但带着神在细节中意识的按摩，能够有效地帮助您从内心和身体上变得更积极向上。接下来是第2个切换方法，提升一天质量的切换。早晨的状态决定了整天的质量。通过学习了各种早晨的切换方法后，您可能会明白其中的意义。如果早晨醒来时感觉清新愉悦，且能够愉快地度过早晨时光，那么这一天也会变得轻松愉快。如果早晨充满了动力，一整天都会感到非常充实。实际上，早晨的状态很大程度上由我们日常的口头禅决定。我们的早晨口头禅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一天的开始，它能够帮助我们以愉快的心情开始新的一天，也可能让我们带着沉重的情绪度过一整天。每个人的口头禅可能不同，因人而异，或者因当天的身体状态而有所变化。在提升一天质量的切换中，我们会将所有的口头禅转变为积极优美的言辞。例如，当你一早醒来时，感觉有些疲惫，想说我好累或好辛苦，这时您可以换成说美好。在吃早餐时，如果不经意地开始想起工作安排，产生不想做或好麻烦的想法，您就可以说美好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在开玩笑，认为您在搞什么，但其实这并不是在玩笑，而是为了通过您优秀的大脑的协作，让您的一天变得更加充实，充满意义。关键是应该将所有负面的口头禅都转化为美好。有些人可能会有加油或者今天一定要做的口头禅，虽然这些话看起来是积极的、富有活力的，但实际上他们也可能是空洞的鼓励。当您承受压力、感到疲倦时，用这些话来激励自己，可能会让自己陷入身心疲惫的困境。空洞的加油话语往往预示着能量的枯竭，在这种时候，正是该把这些口头禅换成美好的时候。当您说出美好时，您的大脑会听到并接收这个信号，即使您的意识没有马上注意到，它的大脑深处会在潜意识中开始寻找美好的所在。例如，当您感到疲惫时，如果您说美好，您的大脑会在背后认为，原来这么累也证明我认真努力过了，这就是美好。如果您常常抱怨不喜欢的上司，看到他们就生气，而您开始用美好来替代这些口头禅，那么在您大脑的背景中，它会转化为即使是讨厌的人，我也能保持优雅和友善，这就是美好。通过不断地说美好，您的大脑
会在每一件事上找到其中的美好。人类的大脑非常神奇，这种美好的能量不是让您情绪起伏波动，而是让您平静地度过一天，充实而有意义。当您每天将这个作为早晨的例行程序，逐渐积累下去，您的一天质量就会不断提升。所以，不妨从明天早晨开始，把您的口头禅变成美好，让美好成为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带来更多的正能量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